50年前，长沙彪子岭，4个土夫子正蹲在一个土丘上，所有人都不说话，直勾勾地盯着地上那把洛阳铲。铲子头上带着刚从地下带出来的旧土，离奇的是，这一杯土正不停地向外渗着鲜红色的液体，就像刚刚在血液里蘸过一样。这下麻烦大了。老烟头把他的焊枪在地上敲了敲，接着说道：下面是个血尸，弄不好我们这点当当就都要撂在里边了。下不下去了，要的不要的，一句话，莫七里八里的。独眼的小伙子说：我说你这个老人家腿脚不方便，就摸下去了，我和我弟弟2个下去，管他什么东西，直接给他来一梭子。老烟头不怒反笑，对边上的一个大胡子说：你屋里二伢子还是聊天的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啊就给翻盖子了，你得多教育教育，咱们这买卖不是只有匣子炮就能干的。那大胡子瞪了年轻人一眼：你崽子怎么跟老太爷讲话呢？老太爷讨土的时候，你他妈的还在你娘肚子里吃屎呢。我咋说？我错了。老祖宗不说了吗？那个血尸就是个好东西，下面宝贝肯定不少，不下去走一锅呀。你还敢顶嘴？大胡子举手就打，被老烟头用烟枪打了回去。打不得，你做衙那时候不还是一样？这样叫上梁不正下梁歪。那独眼的小伙子看他老爸被数落了，低下头偷笑。老烟头咳嗽了一声，又敲了那独眼少年一记头棍。你笑个啥？碰到血尸可大可小，上次你二公就是在洛阳挖到这东西，结果现在还疯疯癫癫的，都不知道着了什么道。等一下我先下去，你跟在我后面。二伢子你带个土耗子殿后，三伢子你就别下去了，4个人都下去，想退都来不及退，你就拉着土耗子的尾巴，我们在里边一吆喝，你就把东西拉出来。年纪最小的那个少年不服气了：我不依，你们偏心，我告诉我娘去。老烟头大笑：你看你看，三伢子还切了不得了了，别闹啊！等一下给你摸把金刀刀。我不要你摸，我自己会摸。那独眼老二就发火了，一把揪住老三的耳朵就骂。年纪最小的那个少年看样子平时挨了不少揍，一看他二哥真要火了，就吓得不敢吭声了，直望着他爹求救。怎料他爹已经去收拾家伙了，他二哥这下子可得意了。这次老头子也不帮你了，你要是再吆喝，我拧你个花麻鸡！老烟头拍了拍老二的肩膀，大叫一声：孩子们，抄家伙喽！说完，一把旋风铲已经开舞。半个小时以后，盗洞已经打得深不见底，除了老二时不时的上来透气，洞里边连声音都听不清楚了。老三等得不耐烦起来，朝洞里大叫：大爷爷，挖穿没有啊？隔了有好几秒，里面才传来一阵模糊的声音：不知道，你待在上面拉好绳子。然后就听到了那老烟头咳嗽了一声：听点声，听，有动静。然后就是死一般的沉寂。老三知道下面肯定有什么变故，也吓得不敢说话来。忽然他听到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咯咯声，好像蛤蟆叫一样从洞里发出来。然后他二哥在下面大吼一声：三伢子拉！
他不敢怠慢，一蹬地，猛地就拽着土耗子的尾巴就往外拉。刚拉了几下，忽然发现下面有什么东西咬住了，竟然有一股反力把绳子向盗洞里挖去。老三根本没有想过还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差点就被拉到洞里去。他急中生智，一下子把尾巴拴在了自己的腰上，然后全身向后倾去，后背几乎和地面成了30度角。这个是他在村里和别的男孩子拔河时用的招数。这样一来，他的体重就全部吃在了绳子上，就算是匹骡子，他也能顶一顶。果然，这样一来，他就和洞里边的东西对峙住了。双方都各自吃力，但都是拉不动分毫。僵持了有10来秒，忽然就听到一声盒子炮响，然后听到他爹大声叫：“三伢子，快跑！”然后就觉得绳子一松，土耗子嗖的一声从洞里弹了出来，上面还挂着什么东西。那时候老三也顾不了那么多，他知道下面肯定出事了，一把接住土耗子，扭头就跑。他一口气跑出了有2里多地，才敢停下，掏出怀里的土耗子一看，吓得不禁大叫了一声。原来土耗子上勾了一只血淋淋的断手，他认得那手的模样，不由得哭了出来。这手分明是他二哥的，看到二哥就算不死也残废了，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得一咬牙，想要回去救他二哥和老爹。刚一回头，却看见背后蹲着个血红的东西，正在直勾勾地看着他。这老三也不是一个二流货色，平日里跟着他老爹大浪淘沙，离奇的事情见得不少，知道这地底下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大惊小怪，而且要随机应变。要知道，再凶恶的鬼也强不过一活人，什么这黑凶白凶的也得遵照物理定律，一梭子子弹打过去，打烂了也就没什么好怕的。想到这里，他把心一横，一边后退，别着的一只匣子炮已经拽在手里，拉开帘发，只要那血红的东西有什么动静，就先给他劈头来个暴雨梨花。谁知道这时候那血红的东西竟然站起来了。老三仔细一看，觉得头皮发麻，胃里一阵翻腾，那分明是一个被剥了皮的人，浑身上下血淋淋的，好像自己整个人从人皮里边挤出来一样。可是这样一个人竟然还能走动，那真是奇迹了。难道这就是血尸的真面目吗？想着，那血尸一个躬身，突然就扑了过来，老三一下子就和他对上了眼，那血淋淋的脸一下子就贴在他的鼻子上，一股酸气扑面而来。老三顺势向后一倒，同时匣子炮一整梭子子弹全部都近距离打在那东西的胸膛上。距离过近，子弹全都穿了过去，把那东西打的是血花四溅，向后退了好几步。老三心中暗喜，再一回手对准那东西的脑袋就一扣扳机，就听咔啦一声，枪竟然卡壳了。这把老匣子炮是当年他二爷爷从一个军阀墓里挖出来的，想来也没用了多少年月，可惜这几年跟着他爹爹到处跑，也没工夫保养，平时候开枪的机会又少之又少，谁知道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卡壳了。那老三也真不简单，一看枪不好使，抡圆了胳膊就用吃奶的力气把枪给砸了过去，也不管砸没砸到，扭头就跑。这次他连头也不敢回，看准前面那棵大树就奔了过去，寻思着怎么着他也不会爬树。突然脚下一绊，他一个狗吃屎，整张脸就磕在了树墩上，顿时鼻子嘴巴里全是血。老三狠狠一巴掌拍在地上，心里那个气呀，妈的，怎么就这么背呀？
这时候听到后面风声响起，知道阎王爷来点名了，心一横，死就死吧，索性就趴在地上不起来了。没成想那具血尸好像没看着他，竟然从他的身上踩了过去，那血淋淋的脚板马上在他后背上印下了一个印子。这血尸重得出奇，一脚下去，老三就觉得嗓子眼一甜，只觉胆汁都快要被踩出来了，而且背上那被踩的地方一阵奇痒，眼前就马上朦胧了起来。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可能中毒了，而且毒性还非常的猛烈。恍惚间，他看不到远处的地方，他二哥那只手里好像握着什么东西。他用力眨了眨眼睛，仔细一看，那是一块骨帛片。他心想，自家二哥拼命要带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寻常的东西，现在又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，我好歹得把东西收拾好，万一我真的死了，他们找到我的尸体也能从我的身上找得着，那二哥这只手也不算白断，我也不至于白死。他这么一想，一边很艰难地爬了过去，用力掰开二哥紧握的手，把那片薄片从掌心里边拿了出来，塞进自己的袖子。这个时候，他的耳朵也开始分明了，眼睛就像蒙了一层纱一样，手脚都开始凉了起来。按他以往的经验，他现在裤裆里边肯定有大便小便一大坨，中毒死的人都很难看。他现在最希望的是不要给隔壁村的二丫头看见自己这个样子。他就这么混着胡想，脑子也已经不怎么听他使唤了。这个时候，他又开始隐隐约约地听到他在盗洞口听到的那种咯咯的怪声。老三隐约觉着一丝不对，刚才和血尸搏斗了这么长时间，也没听到他叫过一声，那现在怎么又叫起来了？难道刚才的那只并不是血尸吗？那刚才看到的又是什么东西呢？可惜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无法做思考了。他条件反射地抬起头看了一下，只见一张巨大的怪脸正俯下身子看着他，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里空空荡荡的，毫无声息。